如果有一天纸片人老婆穿越到了3次元，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？故事是从一个自杀的少女所展开的，她的去世就像波澜不兴海里的一滴水，而男主冯泰向来都是个孤独的人，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主角，只是个路人甲。他超喜欢一部动画，回家首饰就是追星集，还试过自己画同人，想为爱番增光添彩。可惜画技不配心意，正当他打开平板想看番时，屏幕突然乱码了，他还以为手机彻底挂了，谁知平板竟把他带走了，直接跳进了2次元，平板就这样带着他在2次元和3次元之间穿梭。他心目中的女神正拼命和一个怪异的自毛对抗，那自毛少女明显知道他对手的来头，竟然使出了森罗万象这一招，抢走了名叫赛蕾佳的少女的机甲。但赛蕾佳并未就此放弃，冯泰听不懂那自发少女在说啥，对方直接拔出武器来战。这时旁边的冯泰差点被误伤，赛蕾佳为救他赶紧冲了过去。自发少女看到冯泰一愣，这一瞬间的失误让平板带着冯泰和赛蕾佳一起回到了现代。冯泰觉得自己是不是产换了，但手上的伤是真的。他回到房间，果然又见到了女神赛蕾佳，他怀疑冯泰是自发少女的同伙，要他立马把自己送回去。冯泰觉得特冤，他只是在追看动画，尤其是第3集最爱他和重型机甲的打斗超燃。赛蕾佳知道当时现场只有自己和2个人，冯泰赶紧拿出设定集和原著给他看，然后又背了赛蕾佳的经典台词，还展示了那时的场景图。赛蕾佳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，感觉自己像是被当众示众了。冯泰马上解释，赛蕾佳出自一部超棒的系列。赛蕾佳说他需要冷静冷静，也算是接受了这突如其来的穿越。没想到那白发的军机也跟着来了。军机告诉赛蕾佳，这不是他该来的世界，这里没有他的老对头。赛蕾佳来这里其实是因为军机召唤的，这是创造他们的世界。军机想带赛蕾佳离开，但赛蕾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军机眼看就要发动攻击，赛蕾佳急忙拉着冯泰逃跑，结果冯泰太紧张了，直接掉落。赛蕾佳索性抢了辆车就跑，虽然他没驾照，但这车比机甲简单多了。赛蕾佳带着冯泰在高速上飙车，他感到有点对不住冯泰，没想到下秒就被军机挡住了，车子翻了，旁边的人马上报警。他们抬头看到天上有异动，夜晚的光影中把空中的打斗物认作无人机。冯泰在旁边急切地刷新闻，赛蕾佳和军机激战正酣，军机突然提到这是创造他们的世界，让赛蕾佳跟着来，要一起对创造者进行报复。这时候场上多了个新玩家，军机一抬头，竟是别的故事里的大魔导师米特奥拉。他找不到自己的创造者，军机一个人应付他们还行，但现在是3打1，他没打算在这里闹事，就悄悄撤了。米特奥拉合上魔法书准备走，赛蕾佳觉得他可能知道点什么，决定和他一起走。走之前对冯泰说了声对不起，这是最后被定性为神秘爆炸事件。大家都看着天上那漂浮的人影，还以为是外星人或者什么特别嘉宾呢。冯泰原本以为只是场巧合，谁知道这才是故事的疯狂开始。他一回到家，就看见米特奥拉和赛蕾佳坐在沙发上，窗户还被人给砸了。最后冯泰只好带他们去吃饭。赛蕾佳回来因为无处可去，米特奥拉昨晚和赛蕾佳聊了一通，他们发现这个世界有他们的故事。米特奥拉原本是那个来自最牛的图书馆的智者，冯泰记得那个名字是他之前玩过的游戏《追忆的阿瓦肯》里的。游戏里他一直在给主角支招，还是个游戏里的超级大佬。他穿越来的时候还带来了那本最重要的魔法书，靠这本书他马上就了解了这边的情况。赛蕾佳也想通过冯泰了解更多自己的背景，要是换了个剧情虐的主角穿来，这会儿作者可能已经危险了。米特奥拉边吃边给他们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出他们的，而且怀疑这是背后有很多信息，这些信息支撑着他们的小世界。虽然是创造主写出的，但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，即使作者不写了，他们的故事还要继续。米特奥拉一开始就听过军机的计划，这就好比他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可以找到创造主，改变自己故事的走向。理论上角色不该来到现实世界，但军机似乎突破了这些界限。至于军机是谁，他们3个都摸不着头脑。虽然知道他的代号，但冯泰没在其他作品里看过这号人物。军机对冯泰的态度确实有点诡异。这时米特奥拉说，他有个无论如何都要实现的梦想，他请求冯泰帮他查一下他的创造主。最后他们找到了那家公司的地址，但他没个正经理由去拜访，毕竟普通人哪有那么容易见到大佬。这会儿赛蕾佳突然想起他的创造主，好像可以试试网上搜一搜。看到那堆名字，赛蕾佳心里其实有点不舒服，感觉自己的生活被人偷窥了似的。这时候米特奥拉和赛蕾佳注意到冯泰家里那堆漫画和游戏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文件夹。
家，里边全是他以前的画作，可这画他已经很久没碰了。米特奥拉跟冯泰说，他也算是个创作者，不画画的话，手艺都会生疏。这时候他看到了塞磊家的创作者的名字，然后就给对方发了封邮件，邮件里还附带了塞磊家的照片。原来塞磊家的作者正愁没灵感，一看邮件马上就答应见面，但这作者明显把塞磊家当成了 coser。塞磊家突然掏出刀，说自己是真的。作者一脸懵逼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小孩高兴地叫莫美香。莫美香意识到这边的孩子都认出他来了。冯泰这时也注意到，因为莫美香是那部《魔法杀手莫美香》的主角，显然对方是特意来找他们的，还说是来劝说他们的。旁边的作者松原一脸无辜，先是塞磊家现身，现在又来个莫美香。平时爱追番的松原都傻了，莫美香却希望塞磊家他们加入军机的行列，因为他想找到创造主，改变那些需要战斗的世界。他无法接受那种残酷世界的创作。塞磊家说他懂莫美香的意思，但是想亲自看看创造主是什么样的，他得亲自去弄明白，因为没法说服。莫美香就开始变身，看样子事情要闹大了。松原开始觉得这事儿真的不简单了。莫美香和塞磊家竟然从10几层楼的高处直接跳下来，边打架边拆房子。米特奥拉在下面挡石头，不然伤亡得多几倍。松原急忙问冯泰这是怎么回事，冯泰说他也搞不清楚，但确实是真人没错。两个人赶紧撤到楼下。作为作者的松原知道自己女儿有多强，没有机甲的话，塞磊家已经到极限了。果然莫美香一个魔法冲击，直接把塞磊家砸进地里。松原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，周围的房子都被拆个精光，塞磊家在他面前吐血。莫美香一脸懵逼，这不应该呀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战斗不会有拆房和吐血的。你觉得你写的是儿童像吗？塞磊家反问莫美香，你的劝服就是先打一顿吗？塞磊家的世界比这残酷多了。莫美香想过去问问，结果被塞磊家一刀切开衣服。塞磊家说，莫美香的敌人可能还算讲道理，但在他的世界，只有强大才能制服敌人。莫美香崩溃时放出绝技，大家都觉得危险来了，没想到又冒出一个新角色，这次是个男的，叫优叶，身后还带着个替身使者。幸好他不是来自 L 的世界，这位也不是主角，说是原作里的最终 BOSS。冯泰一眼认出这个角色是封闭区里的主角宿敌。莫美香都搞不懂现在啥情况，着急的眼泪汪汪的。但优叶不是好惹的，直接问莫美香还打不打。他刚走近，天上突然飞来个金发女骑士，他挡下了优叶的攻击，一把抓住莫美香就跑。冯泰见多识广，金发女骑士也被认出来了，她是《绯色的爱丽丝特利亚》里的人物。冯泰马上走过去了。塞磊家还是觉得优叶挺危险的，没想到优叶主动伸出了手，还说要加入他们这边。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聚了过来，哇塞 cosplay 还挺认真的呀。冯泰他们赶紧撤了，找了家家庭餐厅坐下。优叶大吃特吃，他到这个世界还没吃过东西呢。虽然两个世界可以通用货币，但谁知道后面会怎样，所以优叶一直没花钱。他已经清楚了自己的世界是人造的，正在想这事儿要不要告诉兄弟阿翔，会不会特别刺激。萨泰给松原解释了一下，这个阿翔就是封闭区的主角呢。优叶说他跟一个大叔一起来的，趁他们打架他就溜了。军机也跟优叶说可以找到创造他们的人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但优叶对此不太感兴趣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世界是被编造的，改造一个舒服的笼子没意思。他还挺喜欢那个世界的，况且在这里他们的创造者也只是个普通人。听说塞磊家已经见过创造主了，他问是否试过改设定，如果创造者能改设定，他们的能力也能改。他们出现在这里是因为给这里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就像是人气王才能来这里。优叶说他不会妨碍他们，但也不打算跟他们混，所以吃完饭就走了。另一边松原把插画师叫来，给他讲了讲塞磊家的事。看起来作者和角色就像父女一样，两人吵吵闹闹的样子确实像。叫插画师过来是因为米特奥拉想试试看，就是优叶提的那个改设定，让作者先加个能放火的设定，然后塞磊家念了念看看，结果啥也没发生。米特奥拉觉得可能信息不够，问插画师能不能画出这个图。插画师说没完整设定画不了。松原就立马去补写了，毕竟是插画师创的角色，他对塞磊家的衣服特别好奇。俩人就聊了会儿，插画师一不小心泄露了未来的剧情，说有亲友在背后勾结敌军，还干掉了一个好友。塞磊家当场傻眼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冯泰赶紧来解释，塞磊家是动画跑出来的，小说的新内容他不知道。塞磊家也没怎么生气，也不想去追原著了，他不想别的方式知道自己命运。这时松原已经写好了，插画师开心的开始画，冯泰在一旁认真看着。下午冯泰泡了咖啡给大家，塞磊家知道冯泰以前也画画，鼓励他别放弃。他看出冯泰可能遇到什么困难了。塞磊家搭档曾经说，不用跟别人一样好，超越自己就行，只要对自己诚实，别人怎么说都没关系。插画师这时候画完了，重画了一套新衣服和武器。塞磊家试了试，还是没能召唤出火焰和新武器。插画师感觉可能多此一举了。
但赛磊家觉得是松原的问题，俩人又开始吵了起来。米特奥拉看赛磊家和作者吵架，觉得人设精细到能吵架，明显松原写得很认真。米特奥拉本以为计划泡汤了，但冯太却指出了关键，都是因为优叶之前说过的话，他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超受欢迎，有没有可能加点新设定呢？让他们的新设定在粉丝中引起共鸣，留个深刻印象，让大家都认可。所以他们决定暂时搁置这个计划。没想到插画师突然带来了一个惊喜，原来他已经拿到了工作，是米特奥拉所在的游戏公司。这下他可以带米特奥拉去见他的创造者了，说是亲戚家的小孩想去看看。米特奥拉听了超开心。松原说这行圈子真的很小，而且插画师还是个女生，考虑到和塞磊家米特奥拉在冯太家过夜不太合适，所以插画师留他们住了，以为冯太就这样变成路人了。没想到米特奥拉说他们的缘分还没结束呢。冯太回家后开始试着画画，另一边军机把冯太的事告诉了个叫沙奈的人，他说冯太又介入了他们的命运，但不怕即使世界毁灭，军机还是会站在沙奈这边。这话正好被路过的莫美香听到，救他的女骑士名叫爱丽丝，这次遇见让他们关系大大提升。插画师带着米特奥拉去了游戏公司，结果却听到了不好的消息，那个游戏的策划已经去世，是因为一场车祸。米特奥拉感到很难过，决定重新玩创造主的游戏，大家都很关心他的情绪。米特奥拉回来后告诉大家，其实他最初并没有打败军机，因为他对创造主很好奇，对创造者的情感很复杂，他并不太在意创造者的品质，只是想知道自己的世界在别人眼里是不是一个好作品。如果创造者对自己的世界都不上心，那米特奥拉也难以接受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曾想过成为一个漂流者。原来这个世界把所有说不通的事情说圆，就好比系统在自动修复漏洞，他们本来就和这个世界不对盘，来了之后开始慢慢习惯这里的变化，可能还会带来些负面作用。这个世界原本是没有那种超自然力量的，但他们一来就把自己的力量带过来了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没适应他们。如果他们继续搞事，怕是这个世界的规则要崩了，这个世界很可能就得重启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末日场景。起初米特奥拉没打算告诉大家，主要是不想让大家失望。让他改变主意的是因为他昨晚熬夜通关了自己所在的那个游戏，虽然看到游戏里的自己挺尴尬，但他觉得这个世界挺有意思的，他能感受到作者的心意。游戏里的自己一直在重生，帮助勇者救世界。如果早知道自己的命运，他真的有勇气接受这种结局吗？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能接受了，这是创作者交付给他的世界，因为对方真的很爱这个世界，他创作的作品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。米特奥拉决定保护这个世界，大家边吃饭边聊世界末日的事，然后猜军机到底想干嘛。他们觉得军机可能根本不在乎世界毁灭，甚至还可能期待着这种结局。既然要反抗军机，米特奥拉心里有了个计划，他需要塞磊家帮忙。塞磊家马上答应了。米特奥拉说他们肯定需要作者帮忙，所以要找到所有来到这个世界的角色的创作者，努力保持这个世界的稳定。既然这个角色在这里存在，他明显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那就说明军机也得有个创作者，可以试着找到军机的创作者，直接从根本上解决掉。爱丽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者，结果发现自己改变不了什么，她还是回不去原来的世界。她急着要去打败敌人，要夺回那5大城市，没空陪军机在这儿瞎搞。她觉得这世界太残酷了，觉得作者不是好东西，直接干掉得了。正当这时，旁边的老头子拦住了他。爱丽丝对这老头也不是太感冒。这时候军机跟爱丽丝说，他说的都是实话，但得让爱丽丝先去动摇下这世界的常理。他觉得有些创作者根本不负责任，如果这世界不消失，其他小世界的人就会继续被创作者玩弄。爱丽丝和军机聊完之后，莫美香找到了爱丽丝，感谢她之前的救命之恩，还买了她代言的各种零食。爱丽丝是挺节俭的，莫美香想扔的塑料袋被爱丽丝仔细的收好。莫美香对人特别热心，毕竟她是给小孩看的动画的主角嘛。爱丽丝性格特别正直，两人在一起相处得很开心。莫美香说她听到了军机的话，但经历了上次的战斗，她已经不想跟任何人做敌人了。同时松原的作者也收到了另一位作者小胖的电话，对方说话吞吞吐吐。松原意识到他可能也碰到了自己作品的主角，这位主角特别厉害。小胖原本是个编剧，最近在改写自己的剧本《无限神机》，主角带着他的超强高达一起来了。现在那主角正坐在他家里吃饭，小胖本来在家看《无限神机》，突然电视里跳出了一个之前从未见过的新角色，军机正和陆屋硬碰硬。小胖感觉气氛直接不对劲，他赶紧关电视冲出家门，这超前预判救了他整座房子，要不然高达一出来得把家踏平。陆屋也是一头雾水，机甲突然出故障，从驾驶舱摔出来，正好碰上了青多。后来小胖也碰见了塞磊家一伙。陆屋的设定真有点怪，明明自己问题多，还得拿别人出气。大家赶紧跟小胖解释了一番，提到陆屋出现可能意味着世界要糟了。此时陆屋突然爆发，他完全没听懂大家的意思，
况且他之前经历过不少战斗，为啥到这还得拼命？小胖和松原立刻明白了，原本想增加冲突的设定，真碰面了反而头大。陆屋说他不想再开机甲了，他想自由自在的活。陆屋把自己锁起来了，米特奥拉他们也没招了。就在这时，米特奥拉感觉到危险，房间里突然飞进一闪光弹，紧接着一大波军队冲进来。米特奥拉提醒塞蕾加别动手，其他作者也被按在地上。正在厨房吃饭的陆屋感觉到了危机，一个托马斯是急转躲避，随即呼叫了高达，然后现场就把小胖的家给拆了。不行，你知道买房有多难吗？于是其他军队也迅速包围了。米特奥拉立刻说他们不反抗，呼吁停火，并阻止陆屋继续攻击。这孩子陆屋也乖乖听话了。他们已经被标记为特殊灾害，现在要被特别处理部门处理。负责谈判的是一个叫小菊的，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士。小菊带领大家开了个会，小菊说他们也搞不懂该如何处理这突发状况，但是爆炸袭击不断，高达突然出现在空地上，让他们警觉了起来，放弃了靠近的打算，决定直接去谈。原来气象局已经注意到了电波和磁场出现异常，通过网络和卫星观察到有人在空中飞行，最初以为是开玩笑，第二次电磁异常时又发现了群殴事件，其中一人甚至飞上了天，飞走的正是优叶提到的大叔。小菊通过冯泰得知优叶身份，马上派人保护优叶的创作者，因为他们已经得知爱丽丝的创作者被绑架的事。这位作者很机智，感觉不对立刻找警察，没想到爱丽丝直接冲进了警局，这是最后被当成火灾处理，而那位作者现在下落不明。他们后来查到了爱丽丝的身份，对于飞来飞去的人有了判断，但对未来还是一头雾水。关键是米特奥拉刚到这世界，从军火库偷了一堆弹药逃跑，这些都用在后面的战斗上了。米特奥拉说他当时是要给军机施压，小菊悄悄告诉他，他用的那些东西包括被毁的公园，总成本高的吓人。米特奥拉赶紧跪地道歉。小菊正在确认塞蕾加是什么，松原马上打断他认为塞蕾加是人，不是什么东西，希望政府能尊重塞蕾加。塞蕾加有些吃惊，没想到松原会这样说。小菊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军机是谁，大家都摇头，但冯泰的表情有点怪。米特奥拉说，他们虽然不知军机是谁，但意识到他的计划对世界是威胁，然后描述了可能的大灾难。大家议论纷纷，大家都在想要不要找专家来问问。米特奥拉分享了关于创造者和他们笔下角色的事，他请求大家努力找人，同时保护他们，赶紧查出军机是谁，还有他的创造者是谁，而且得想办法对外保密。虽说这事儿挺难办的，要是保密工作失败了，政府的信誉就会一落千丈，届时大家就不信政府的话了，公布的信息也没人信。米特奥拉表示理解，但是民众一旦恐慌，就可能动摇整个社会的稳定，知道真相的人多了，修复就难了。米特奥拉还建议上面给他们安排个合法身份，小菊点头表示同意。所有的外来人员会被视为公务员，同时还会发给他们身份证，这样他们也算有家了。如此一来，角色们和作者还有冯泰都列入了保护名单。小菊很好奇，知道自己的世界是假的后，他们还愿意保护这个世界吗？米特奥拉和塞蕾加历经磨难，他们自然也想保护这里。陆屋无奈只好加入他们。小菊曾私下和米特奥拉讨论，他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一切。两人都很欣赏对方。处理完所有事情后，这帮人都有了稳定工作。冯泰很疑惑，军机怎么会知道他的身份？看来这孩子真被好好爱过。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封邮件，让他想起了一个老友，似乎那朋友曾创造过一个角色，那角色的名字他有点印象。他查了那个名字，然后找到了一篇帖子，帖子里有个链接。冯泰马上点开那个链接，作者名叫岛崎莎娜，他写的那个孩子就是军机，难怪对方还记得他。冯泰终于找到了军机的真身。塞蕾加赶过来了，说他们还没查到军机是谁，也没找到与他相关的创造者，现在他们正在和军方合作，一旦感应到磁场波动，军方就会立马通过手机通知。另一边呢，一位紫发带鲨鱼牙的少女也闯进了这个世界，她意识到这里和自己的世界不一样，不过她觉得在哪都无所谓。莫美香和爱丽丝聊了很长时间，她希望她的创造者是个好人，只要是好人，哪怕想法不同，她相信能和创造者成为伙伴。爱丽丝听了觉得自己想的太少，她原来误解了莫美香。虽然孩子们像动漫角色一样天真，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很正。莫美香知道这是在夸她，羞涩的笑了笑。那个鲨鱼牙少女在书店抓了一本书，没付钱就想跑，结果被店主拦下。她说这本书是她的，还说上面有备注。店主打开一看，真的有，备注上写着这猎犬会咬她。店主以为她在胡闹，想报警。少女反问店主，你觉得这是假的吗？店主下意识回答，这当然是假的。这正中少女下怀，当人们认为她在撒谎，他的谎言就变成了现实。结果那只猎犬真的咬死了店主。小菊他们团队马上赶到，已经找到目击者了，看到了最后离开的那个少女，怀疑她是造物。陆屋死活不愿意参战，但他不知道已经有人盯上他了。紫发少女逃跑后被莫美香和爱丽丝堵住了。莫美香对每个人都很友好，
希望紫发少女能加入他们，想办法改变原来的世界，然后一起回到他们真正的世界。创造主的故事，他发现这世界挺有意思的。爱丽丝赶紧让莫美香后退，因为她从那少女身上嗅到血腥。爱丽丝历经战场的女武神，马上识破了少女的真面目，她坚决不跟这种人合作。没想到少女话术很厉害，比方说杀人这回事，爱丽丝一向反对杀戮，可她也是战场上的一员。少女质问杀人需要理由吗？最后不是一样杀人，你的正义又是哪来的标准？但爱丽丝完全没被说服，正要举枪向少女开火，少女突然说：“信不信你的枪会反弹伤你自己？”爱丽丝不了解她的能力，所以她不信。莫美香还没来得及拦，爱丽丝就要动手了。塞蕾嘉和米特奥拉及时到场。塞蕾嘉知道少女已经杀人，但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，一旦打起来，只会波及更多无辜。塞蕾嘉劝爱丽丝，真正有计划的是军机。莫美香马上阻止大家，她不确定谁对谁错，但觉得没必要打。米特奥拉表示赞同，告诉莫美香他想的对，问题是军机还在捣乱，如果那边还有动静，他们得去阻止军机。米特奥拉说，被军机骗了，改变世界没那么简单。但爱丽丝觉得，创造他们的神能做到一切。米特奥拉叫他看看周围人，这些人也有创世的力量，但同样受限于这个世界，他们也不是不死或超凡的。这时紫发少女已悄悄溜走。爱丽丝说她的世界太苦了，人们遭受着折磨，这一切却只是创作的游戏。她真受不了这个事实，能改变就一定要试试，她得坚持到底，就是要干掉面前的所有敌人。米特奥拉说他已经陷入深渊了，爱丽丝立马攻击，把米特奥拉和塞蕾嘉打飞。莫美香问他，非得打不可吗？爱丽丝觉得莫美香太天真了，别掺和进来，提枪继续进攻。塞蕾嘉让米特奥拉休息下，他自己跟爱丽丝开打。莫美香还想劝劝，但大叔说没戏，沟通的双方都愿意，不然没法谈。如果莫美香用魔法，就能停下这战斗，但莫美香害怕自己的力量，大叔让她别动，自己冲进战场。紫发少女在一旁看热闹，米特奥拉和塞蕾嘉情况不好，她赶紧联系小菊，大叔把她打飞了，干脆决定致命一击。莫美香忍不住了，用魔法少女的力量挡下攻击。米特奥拉已经打不动了，干嘛还得打到底？莫美香不能袖手旁观，不然没脸见朋友。莫美香分开了正在打的塞蕾嘉和爱丽丝，莫美香决定立心势力，她要保持绝对中立，不管谁动手，她都得出面制止。优叶的加入让局势更乱，她一直不喜欢大叔，这次来是为了挑战。紫发少女觉得真精彩，新势力也加入战斗了。优叶准备用替身攻击，莫美香又上前制止。紫发少女大呼过瘾，没想到魔法少女竟然最强。塞蕾嘉和米特奥拉原本计划趁机把紫发少女带走，紫发少女却说她不想受限，还告诉他们优叶3打1的本事，这样闹腾下去可能闹大了。果然，莫美香觉得优叶特别厉害，决定带爱丽丝撤退。大家都乱作一团，陆屋开着高达跳了下来。这么个大家伙一出现，爱丽丝赶紧拉着莫美香逃了。这时候连大叔都溜了，高达一出手就没什么用，就走了。但好消息是优叶决定跟他们一起了，因为他就想跟大叔斗一斗，所以决定跟他们一起战斗。至于紫发少女的事，他们已经问了冯太，冯太读的书多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他是夜窗鬼路里的坏蛋真剑，他有种叫做无限欺诈的能力，能够扭曲现实。小菊立刻派人去保护作者。陆屋觉得既然真剑不加入军机，他们就无需理会这人，但真剑随便杀人。优叶觉得他们接下来可能得追踪真剑了。优叶说他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原来的目标已不复存在，真剑来到这也可能改变了目标，只是他可能还在寻找。陆屋和优叶反倒聊得来，真剑已经把自己的作者杀了，还阅读了作者的原著，他的能力不仅仅是欺骗。真剑已经定下了新目标。与此同时，小胖和松原在问行内的朋友们，侧面打听有无角色穿越的现象。小胖已被推荐去6家精神病院，大家都觉得他们脑子有疑问。冯太这边也查了大叔的来头，他是另一本漫画里的赏金猎人，作者是小何，画风超硬派。不过松原和小胖都不认识这作者。小菊那边已经动手联系了，他俩也不愿看见更多的同行陷入危机。至于军机的情况，小胖总感觉军机有点眼熟，但他就是想不起来这人是谁。通常能力越强大，留下的印象应该越深刻，这只是估计而已。人们聊天时不免提及各自的作品，冯太这个插画师也在画画，问他作品什么时候能看。大家劝冯太，没人一开始就牛，作品不是因为完美才展示，而是鼓起勇气才分享。就像他们赶稿子的时候，经常听到些刺耳的评论。冯太前段时间见识了网络暴力，曾经亲眼看到过网暴，他犹豫是否该说出来。冯太得到了插画师的鼓励，知道你害羞的感觉，但有时候勇气也很必要。萨太离开后，小胖有了个推测，假设军机是核心问题，那些被召唤的异次元角色是否只存在于他和其创作者的观测里？这么一推，创造军机的人很可能也是个喜欢动漫和游戏的家伙。插画师根据军机的特征做了图像搜索，
看了很多军装女孩的图片，但没一个像军姬、松原他们得到了消息，真剑的作者被害了，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莫美香单独找冯太谈话，两人在站台聊了会，真剑恰好看到这一幕。冯太和莫美香聊天时，小胖突然打来电话，他可能找到了军姬的原型。莫美香对冯太说，在他的世界里信任很重要，但在这里信任仿佛成了个笑话。可他还是想要相信别人，无论是为了这个世界，还是为了他自己的世界。他想问冯太到底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莫美香问冯太是否认识军姬，冯太沉默了一下后说他认识。他跟莫美香说，军姬可能不太喜欢这个世界。这话被偷偷跟来的真剑听到了。小胖召集大家开了个会，然后打开了一个动画网站。他发现无论是番剧还是音乐，都找不到军姬的原型，但这里有很多画手的作品，还有很多画手最初都是在这里上传作品开始的。经过最近的调查，他发现这里有一个很火的作品，那个角色和军姬长得一模一样，那个角色的名字叫阿尔泰尔。小胖通过阿尔泰尔的视频找到了他的原型，这个角色的原型是游戏里的一个女主角，两个角色完全不一样。插画师认为军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二次创作角色，同人作品有很多种画法，也有的画得特别好，然后变成了新的角色被大家接受。而这个阿尔泰尔的直接创作者，也就是第一个画军姬的人，是制作视频的岛崎莎娜。他查了很多次这个人，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真名，而且这个人3个月前就消失了。小菊已经派人去查岛崎莎娜了，同时也叫来了大叔的作者和优叶的作者。说到优叶的作者真是个没礼貌的家伙，他根本不信所谓的角色穿越，刚看到优叶还以为是 cos 呢。优叶已经开始生气了，因为他的作者似乎一点都不在乎他的作品，那些在作品中死去的人和追着他跑的兄弟也太惨了吧。优叶说完就召唤出替身使者攻击了作者，吓得旁边的松原立刻站了起来，保证他的右手和脑袋安全，这样他还能继续创作。冯太看了沙内发的视频之后，决定把米特奥拉叫出来，但还是没能鼓起勇气开口。没想到米特奥拉他们早就知道了军姬的真身，冯太犹豫了好几次想要放弃，但米特奥拉已经把他拦下了。于是冯太就讲了自己的故事，他曾有个关系很铁的哥们，两人一起进步，但哥们的天赋太强，冯太怎么努力都追不上，甚至觉得命运不公，越想越觉得和哥们的路不同。本来他不想这样的，现在该怎么补偿呢？米特奥拉说，人有负面情绪很正常，这些情绪没必要否定，他应该加倍努力，成为朋友的支持，逃避这些负面情绪只会让情绪积压更多，然后就陷入恶性循环。爱丽丝的世界确实残酷，无论怎样努力打怪，怪还是会侵袭平静的村庄。冯太认识的人都在战争中丧生，所以他想改变这个世界。莫美香找到了爱丽丝，并向她道歉之前的阻止。爱丽丝明白莫美香也有自己追求的目标，她坚持自己的正义，所以爱丽丝不会介意。莫美香对爱丽丝说，她其实很感激能见到自己创造的造物主。爱丽丝的世界虽残酷，但神明让爱丽丝在那里，想要拯救所有人，他们才会在这里相遇。莫美香真的很喜欢爱丽丝，希望爱丽丝一直相信自己。说完就变身飞走了。冯太跟米特奥拉谈完后，被在咖啡厅工作的真剑拦住。真剑已经知道了一切，然后还猜到冯太欠下的那个人可能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真相大白时，冯太心里一紧，但真剑似乎没打算细说，取而代之的是拿起了冯太的手机，留下了自己的号码，说有事儿可以后头再聊。同时莫美香单独找上了军姬，告诉他军姬藏了个大秘密，因为冯太觉得多方力量的碰撞只会让世界更加动荡。他还发现军姬的真名是阿尔泰尔，如果阿尔泰尔还想搅局，他会亲自出手阻止。他之所以没默默跟冯太走，是因为觉得那样对不起朋友。尽管军姬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但他仍认为他们是朋友。军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复仇，因为他也深爱着创造他的那位神，但以复仇为终点是对他最爱的神明的一种亵渎。这样的结局太过虚无和残酷。军姬表示他讨厌这个世界，本来只要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就好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消灭了莎娜的存在，因此他要回到毁了他创造者的那个世界。莫美香早听说莎娜遭遇的事，他想与军姬共同承担这份痛苦，他想救赎军姬和莎娜的灵魂，但下一刻就被军姬刺穿了身体。没人能理解莎娜的苦痛和悲伤。军姬使出了全力一击，莫美香也用尽了所有力量，尝试和他一起逃离此地。莫美香带着伤势去找爱丽丝，她想把真相告诉爱丽丝，可是真剑比她先一步找到了线索，并从她那儿得知军姬的目的是毁灭世界。虽然她早有预感，但这也证实了米特奥拉的目标是对的。莫美香请真剑把这事告诉爱丽丝。就在他们交谈时，爱丽丝突然出现了，她以为是真剑害得莫美香受伤，幸好莫美香坚持告诉爱丽丝这不是真剑的所作所为。莫美香叫爱丽丝去问真剑，还特意请她帮帮那个人，名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莫美香就永远闭上了眼。魔法少女的日常不就是高危职业吗？莫美香走后，数据也随之消失。爱丽丝追问真剑到底怎么回事，真剑有个识破谎言的本领，但他并没撒谎，
只是把话语前后调换了下。比如说莫美香让爱丽丝去阻止谁，还提起了米特奥拉和军机，然后说有人要毁灭世界。爱丽丝原本信任军机，真剑的话让她一时糊涂，她误以为害死莫美香的是米特奥拉。喜欢添乱的真剑看到这场戏蹦蹦跳跳的乐了，偷偷把冯泰叫到一边，他说他绝不会透露萨泰杀人的事情。冯泰当场反驳，他说自己从没杀过人。真剑只是含笑不语，说冯泰想道歉却道不了，因为他在和米特奥拉聊天时通过动作已经泄露了心声，说明他找不到那个应道歉的人。这种愧疚感明显问题在自己身上。不得不说，真剑确实像是推理小说里走出来的，一眼就看穿了冯泰的弱点，然后要求冯泰去传个话，告诉塞蕾嘉米特奥拉是军机那边的内鬼。冯泰本来想拒绝，真剑却拿出了个沾血的手帕，说知道真相的莫美香曾想找米特奥拉问个清楚，却在那儿被人一击毙命。爱丽丝也听说过这事，冯泰觉得这不可能，肯定是真剑搞的鬼，但真剑说他可没下手。再让冯泰回想莫美香知道真相后会找谁，萨泰马上猜到是军机干的。如果莫美香没听到他说的真相，他或许就能逃过这一劫。结果太一命又添上了一桩。真剑倒是觉得看人家苦哈哈挺有趣，反正他谁都不待见，就爱站旁边看热闹。可他没料到这一幕被优叶撞见了。优叶跟冯泰说，真剑这种角色最爱玩弄他这样单纯的孩子，一旦上钩肯定被利用到底。优叶说完就跟真剑开打了。米特奥拉也赶了过来，原来他们听到了全部对话。冯泰向米特奥拉道歉，说都是自己的错引发了这一切，如果当初能伸手救莎娜，可能就不会这样了。明明知道莎娜不是那样的人，却因为不甘心选择了忽视，是自己害死了莎娜。米特奥拉感到有些自责，没能及时看透冯泰的心思。冯泰摇头说，不仅害了莎娜，还让莫美香被军机杀害。米特奥拉对冯泰说，如果因为伤害别人而自责，那就别找借口让自己忘记，不应该逃避问题，而应不停自我追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补偿。他得挺胸抬头面对这一切，做到这点真的不容易。这就是人类复杂而奇妙的地方。优叶和真剑的打斗继续，优叶发现真剑的能力有问题，自己的攻击完全不起作用。幸好米特奥拉及时解释，真剑的能力能创造谎言，让对方否认，谎言就变成了现实，这个现实还能持续。真剑自己都觉得无聊，被看破了感到惊讶，于是他提议米特奥拉要不要和他合作去坑阿尔泰尔。米特奥拉思维敏捷，根本不会上当，他没料到真剑来之前，米特奥拉被冤枉了。爱丽丝也冲到现场来了，打起来才刚开始，优叶和米特奥拉赶紧让冯泰撤，然后赶紧联系小菊，小菊听到就马上过来了。米特奥拉那边已经乱成一团，真剑对优叶的替身使者感兴趣了。躲别的地方的冯泰觉得自己啥也帮不上忙，但他不想就这么干坐着，他在想自己能做点啥。震动后他就跑了。这时米特奥拉被爱丽丝打进废墟，看着他就要动手了。冯泰也冲到现场了。优叶看到这一幕，很担心他的安全，一不留神就被真剑套路了。真剑问优叶的时候，关于替身使者的问题，优叶下意识说这是诅咒。真剑说他能轻松去掉这诅咒，优叶下意识反驳，那你试试看。就这么上了钩。真剑想抢替身使者的时候，这东西就成了他的。萨泰叫住爱丽丝，他说看过他的故事，也很心疼他没救下的子民。冯泰说故事不是随便忘的，这么一来，没发生在他面前的都算故事。他说正是因为爱丽丝的故事，更多人受到了鼓舞，大家都佩服爱丽丝的勇敢，因为她的正义，希望有一天也能像她那样。爱丽丝说她其实没那么勇敢，总是救不了在意的人，连莫美香都没保护好，这样的她怎能是英雄？但她还是想成为骑士，所以她要为莫美香复仇。不是冯泰，你就不能说莫美香是军机杀的吗？真不行，因为米特奥拉和冯泰已经解释过了，但爱丽丝能判定谎言，所以她一听真剑的颠倒语序就觉得没有在撒谎，就这么认定是米特奥拉害死了莫美香，决定为朋友报仇。就在他准备攻击的那一刻，冯泰还站在那儿没动，米特奥拉赶紧推他一把，成功挡下了那一攻击。爱丽丝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。这时候塞蕾嘉和陆乌也赶到了，陆乌因为机甲出了点问题，只能空中待命。塞蕾嘉一到就和爱丽丝开战，但他没料到军机会在背后捣乱，直接把他的武器消失了。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长枪已经刺进了塞蕾嘉的肚子里，他就打算在这里结束塞蕾嘉的命，利用了一下爱丽丝。这时候四周的军人都围了上来，松原看到女儿受伤了，不顾一切扑了上去，小胖也跟着冲了过去。爱丽丝这时候才觉得事情不对劲，军机本来打算让爱丽丝出手，但他已经愣住了，所以他直接叫出了大叔。大叔正要开枪打塞蕾嘉，幸好优叶带着伤赶到了，这下我们这边的人都伤痕累累。陆乌本来想下来救人，可军机的能力太强了，直接搞了个因子复制，陆乌只好自己跟自己打起来。哈哈，这技能对付水仙花挺合适。米特奥拉和塞蕾嘉催他们快跑，
作为创作人的松原当然不想自己的角色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掉，于是他直接拿出电脑，当场开始修改剧本，在电脑上疯狂更新塞磊家的剧情，还放出了插画师的话。第二天马上就出现在新闻的首页，果然是热门作品。修改的试稿很快就得到了认可，立刻改变了塞磊家的设定，他获得了新的能力，同时也拿到了新装备。这一下打的军机他们不得不撤退了，塞磊家他们被认可了，世界线开始抵制军机一伙。军机决定暂时撤退，等待下一次的战斗。爱丽丝还是没弄明白真相，一头雾水的跟着军机离开。同时，他们这边情况也不妙，塞磊家的力量只是暂时的，很快他又重伤倒下。幸亏现代医疗及时救治，加上他的恢复速度快，塞磊家勉强活了下来。优叶也是郁闷极了，因为被真剑坑了一次，自己的替身使者没了。好在真剑没和军机混，其他作者还在赶稿，只要添布他就得继续干，工作照常进行。塞磊家醒来先问米特奥拉情况，米特奥拉也在隔壁病房养伤。塞磊家和松原终于能说心里话，毕竟他们是创造者和被造物。松原真的把塞磊家当女儿，他们也搞明白了获利的方法，能短时间内具象化，证明松原的作品真火。塞磊家的世界没故事存在，松原说下个世界加这设定，问塞磊家想不想回原世界，对自己创的战斗世界感到抱歉，但不是为了娱乐而创，而是为了在这个世界留下创作。陆屋看冯太很消沉，带着零食找他聊聊，下次一定打败阿尔泰尔。他们没想到米特奥拉和塞磊家会伤成那样，优叶也被坑了。陆屋知道冯太被真剑威胁，但觉得不怪冯太，真剑的设定本来就不是好角色。冯太觉得自己没早说真相，导致大家受伤。陆屋看他自责，就拉他上高达兜风，里面看外面全透明。冯太吓得紧抱陆屋大腿，但带到高空后，发现这世界真的美，不如自暴自弃。陆屋想做点什么，冯太就问他，如果回到原来的世界想做啥？陆屋说这里给了他思考的机会，原来的世界总是不停被逼去战斗，那时候他总是很上火，但来到这儿之后，发现真正能救这世界的只能是他自己，所以不如 emo， 不如做点自己能做的，创造点新东西。冯太和他们不同，他们的命运是别人笔下的固定剧本，冯太却能创造世界，虽难但格外帅气。他告诉冯太救世者只出现在需要救的世界，这种需要救的世界正是他们创造的。冯太似乎顿悟，这时小菊电话来了，说米特奥拉醒了，有重要的话要说。米特奥拉告诉大家，找阿尔泰尔创作者的计划不能继续了。冯太告诉大家，阿尔泰尔的创作者已经过世，他早就知道这事，现在决定把这事说出来。他说军机的创造者莎娜是他老朋友，害死莎娜的也是他。当初冯太没啥共同爱好的朋友，他在网上发话，观众不多，但刹那是第一个留言的。冯太也看了他的话，非常好，他喜欢刹那的话，两人很快成了朋友。发现莎娜还做视频，甚至一起去线下活动。莎娜是个温柔的女孩，两人第一次见面很紧张，但很快就熟络了，一起去了那活动。莎娜前面看不清，冯太就偷偷带她上了2楼看，结果莎娜差点掉下去，冯太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拉回来，可莎娜的眼镜却不见了。两人对视笑了笑，都挺不好意思的。冯太还把自己的眼镜借给她了，原本他们关系挺好的。活动结束以后，莎娜作品不断出新，越来越火，网络上名气大涨，还跟一些大的 UP 主合作做动画。冯太自己的人气就显得弱了，开始感到自卑和不满，感觉和莎娜之间距离越拉越大，就不怎么跟莎娜联系了。正当这时候，网上突然爆料莎娜抄袭，红的多是也多，很多人开始攻击莎娜。冯太知道那都是胡说八道，8成是嫉妒她的。本来想帮莎娜澄清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好，怕自己一发帖就添乱，最后什么也没做，甚至觉得莎娜被黑，自己被抛在后面的感觉没了。自己这样的想法也让他厌恶。爱丽丝和大叔争论了一阵，他了解到大叔失去了女儿，明白他对原来世界不留恋，可能亲眼看到了莫美香死去。在另一边，冯太坦白自己的过去，莎奈被黑的事发生后曾发过消息，消息里莎奈跟他问好，说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没来得及联系他。对莎娜而言，她没什么朋友，只有画画和作曲，是她生活的乐趣。但最近她也懵了，那些人说的是她一件也没做过，但她也不想因为自己辩解去吵架。时间久了，她开始怀疑她的画到底有没有意义。冯太问了问，还能继续画吗？冯太沉默好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，然后就再也没收到莎奈的消息了。时间过了好久，他在网上看到了莎娜最后留下的话。莎娜说她很高兴那次一起参加活动，她还创作了最后一个角色阿尔泰尔，决定和这个世界说再见。冯太没回那条消息，因为觉得那很不吉利，他尽力不去多想。但没多久，冯太接到了莎娜妈妈的电话，然后才知道莎娜自杀的事。他痛苦地删掉了所有消息和评论，试图忘记这一切。逃避虽然不光彩但有效，但军机的出现让他又想起了一切。松原认为站在冯太的位置，他可能也会做同样的选择，但他不觉得这是对的。如果冯太还没意识到错误，他不打算再和冯太交往。米特奥拉问冯太，
你说这些的时候，已经后悔了吗？有勇气承认错误和责任吗？冯太擦眼泪点头同意。同时，爱丽丝因为之前的话找到了他的创作者，问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，想给人带来勇气和希望。作者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承认了，毕竟不承认就要完蛋了。有了冯太的话和作者的承认，他似乎重新找到了目标。要是某剧和某周的作者早就摔死了。冯太坦白了过去的真相，大家开始好奇军机的能力是什么，毕竟他的能力太 bug 了。小胖放出了网站的稿子，因为阿尔泰尔得到了认可，其他同人作者也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作品，但真正的作者沙奈已经去世了。军机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，他会借鉴无数同人作品，不停地刷新自己的能力，这就意味着创作者们束缚不了他。米特奥拉表示同意，但军机现在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能力了，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变强了，他担心用力过猛被踢出去。不过有个作者挺机智的，就是那个大叔的作者，既然想象力能影响现实，他们也能利用这种力量，让更多人通过作品感受到这份力量，这样也能加强角色的幻想中的力量。虽然昨天松原给塞磊加了力量，但那作品还没正式发布，所以他们可以试试把设定变成正式发布的作品，这可能会改变角色的影响力，而且他们背后有军队的支持，可以用这作为背景，把军机限定在某个区域战斗，这样可以减少它对现实的影响。在那个故事里，他们能把能力提升到最强，直接和军机对决，只要观众认可，他们就能取得胜利。爱丽丝放走了作者，表示不再管他画画，但他接下来要做一件大事。作为爱丽丝的爸爸，作者似乎猜到了他的打算。米特奥拉的提议看起来挺管用，小胖觉得可以给他一试，但首先得拿到个作品的版权，然后让个公司互相认可，还得创造一个全新的舞台，所以背景和设定需要改变。如果要围住军机，就得搞个大活动，让观众立刻认可这个笼子。既然从故事开始，那就得以故事结束。他们还有6个月，在这6个月里，要建立稳固的背景和设定，这需要小局背后的力量。作者们可以在番外篇里埋下伏笔，接着最后和大家透露一个秘密，有几个角色要在新的舞台亮相了。这次创作真是赌上一切，没人能猜到故事会怎么走。计划一出来，小局来操刀这个项目，搞了个超级大的活动，把所有的出版社、动画公司、电视台都拉进来了。开会的和干活的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大家都知道小局的权力有多大。小局上来就把计划布置一遍。首先，他们打算在4、5月推出一系列番外，主要是讲米特奥拉他们的故事。第二部分是穿越到现代的奇遇。动画播的同时，松原他们这帮作者也会发布原创番外。下面的人议论纷纷，说这计划太突然，根本来不及做完。但小局没给他们拒绝的余地，毕竟这次是国家背后推的，他们要一起出现在一个故事里面。小局向其他创作者说明，他们得造一个超大的鸟笼，把军机关进去，然后提升其他角色的实力，让他们当众打败军机，让大家认同军机已经败了或者被踢出去。有人建议直接削弱军机，但军机是很多同人作者共同创作的，动创作者是行不通的，他们只能尽力加强鸟笼的限制，要在大战正式开始前尽可能提升米特奥拉他们的战斗力。这个作品千万不能有差池，否则观众会失望不接受。所有角色的出场和行为都得按原计划认真创作。这次行动事关世界安全，终于咱们要拯救世界了。这个官方大战作品一公布，马上引来无数人的期待。这个活动的第一部是松原的番外篇，他们也联系了动画公司。导演说不可能，除非你能给我10个顶尖画师。小局推了推眼镜，你还小看官方的实力呢？导演这下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小胖这边负责把所有剧情拢在一起，冯太负责送饭过来，顺便告诉大家塞磊家他们发现了新的磁场波动，他们已经出发去救人了。这时候大叔的作者小何拿起画笔来画了一段，小何画的真不错，冯太看到画作都不吭声了。室内的其他作者也开始争执起来，特别是优叶的创作者，他觉得小胖整合的剧情没啥深度，松原肯定得站队朋友，而优叶的作者一直不太配合，他的世界观谁搞得清啊？松原很快就拿出了新设定，但优叶和大叔的作者都不太买账。小胖和他们3个不一样，小胖是有稳定工作的作者，而这3个人是赌上未来不停创作的，两边其实都没问题，只是合不来。优叶的作者气得不行，直接把松原的稿子踢出去了，然后自己也摔门走人。萨太看着大家差点打起来，真是急得汗都出来了。现在既要赶进度，又要保证质量，冯太只好出门透透气，结果发现插画师在那儿哭。他觉得优叶和大叔的作者其实都很重视这次的事，毕竟他们之前从没停过刊。插画师还说，他以前就爱看大叔的漫画，那时就觉得大叔厉害得很，自己和他比起来差远了。虽然知道这样想不太对，冯太还是安慰他，你的画也挺好的。插画师知道自己赢不了大叔，但画画还是让他很开心。这话让冯太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样子，他心里突然有了个想法，然后就带插画师去买饮料了。同时，优叶的作者捡起了松原的废稿，
开始在上面改动，改出来的效果还不错，这下有了新设定的开端。旁边大叔的作者也发表了看法。幽夜的作者真是标准的高冷前傲后甜。冯泰找到松原的时候，表态要参与这个项目，还说要创一个连阿尔泰尔都会动心的角色。大叔的作者觉得可以考虑让松原听听，冯泰就把整个计划述说给松原听。旁边的大叔作者听了也觉得挺吸引人，松原其实也被吸引了，让冯泰先试着构思那个角色，不过也不确定能进展到哪个阶段。有时候越怪异的东西越吸引人嘛。这边赛磊家他们在找目标，结果目标自己跑来送上门。那个粉色头发的女孩正带着个迷路的小女孩找警察。星河这个女孩是个 GAL 游戏的主角，以前还演过某款游戏的角色，她的恋爱故事已经被曝光了，简直是公开的尴尬现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确实越受欢迎似乎越容易被拉进来。幽夜的作者不好意思的回去赶稿，一看就知道他肯定玩过那个游戏。小胖已经在构思这个角色的设定了，但这游戏本来就是从小黄油改的，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，还有另外2个丢失的，其中一个造物好像还有高达。他们正在想办法把星河编入故事，突然有人来报告说他们找到一个创作者了。没错，就是爱丽丝的作者。他甚至连夜开始补完大叔的故事。大叔这个角色真的挺惨的，他和主角原本都是好人，但他唯一的女儿被实验室绑架改造成机器人，一旦解放就可能毁灭世界。最后大叔含泪杀了最爱的女儿，他睁眼就看到军机带来的新队友，这个人正是幽夜经常提的阿翔。阿翔觉得大叔不喜欢幽夜，估计他和自己会是队友。阿翔也有替身能力，是个占卜师大叔给的，他不太懂这东西怎么来的，但他的目标是击败幽夜，因为幽夜背叛了团队，还杀了朋友的妹妹。大叔对此其实不怎么在意，这帮主角嘛，动机挺简单的，他自己呢就想找创造主许个愿。真剑觉得这世界挺有意思的，遇到这种满是好人的世界，他能让所有人跟着他的节奏鼓掌。这时候爱丽丝突然找上门来，这次他态度超低，还聊了聊军机的能力。他问真剑，如果就是为了让世界有趣，真剑最后打算怎么办？真剑感觉今天的爱丽丝不太一样，所以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。米特奥拉这边发现他已经能从魔导书里召唤出认可的系统了，看来是之前的设定起了作用。小菊把冯泰那儿听来的故事转告给了米特奥拉，他想问米特奥拉能实现这计划吗？米特奥拉很直接的说这很难，大概率行不通，但他们可以祈求一下奇迹。接着爱丽丝的创作者也加入了企划，他告诉大家爱丽丝很可能会被刺军机，虽然以往的人设可能不太会做这种事，但种种事情过后，他觉得爱丽丝真的可能会被刺，所以他决定给爱丽丝增强点实力。这时候星河的创作者也来了，他一直都很想见自己创的角色。星河被看得心里紧张，创作者一见面就扑上来说想和他结婚。小菊赶紧拉开他。这时赛磊家和米特奥拉也回来了，创作者更激动了，天哪，这都是些什么2次元老婆组成的美好世界啊！还好小菊及时出手，把这位作者镇住了。这位创作者也算是个奇才，星河本来就是个普通高中生，加能力确实挺难的，但这位作者擅长搞粉丝情绪，所以他说这事儿挺简单的。另一边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军机明白大叔早知道一切内情，他就问大叔为啥还跟着自己。大叔说军机看着太弱了，不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救不了谁。说白了，军机算是那种坚强的。原来是刑警的大叔忍不住不让这孩子自毁。军机跟大叔说别太期待最后的大战，军机每天都能得到新能力，只要还有人画他就能不断变强，还能掌握米特奥拉他们的行踪。军机说还有几个月，最终大战就要来了，如果米特奥拉的计划成了，他们就得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军机让大叔别跟着自己了，让他去找神实现心愿。大叔叹口气，问军机大战后还能见吗？军机说不确定，但叫他去找自己的女儿。离别前给了大叔一个拥抱和祝福。冯泰这时也开始创作了，赛磊家觉得他变了不少，只要继续走对的路，相信他的努力会开花结果。这个项目太忙了，所有作者忙得像修仙似的，陆屋硬是用软磨硬泡，终于让大家去温泉休息。松原他们都仙气逼人，他们的作品终于像样了，虽然还没完全到位，但按原计划，剧情发布前会请声优来开演唱会，尽可能的炒热现场。男生这边优叶的身材让大家都眼红，塞磊家那边简直是一场福利秀。星河说好久没泡温泉了，插画师回忆上次泡温泉是在游戏里和男友亲密时，塞磊家赶紧制止了插画师。星河有点担心自己的剧情安排，米特奥拉跟他说了，星河的创作者人品虽然有点问题，但做事还挺靠谱的。至于大叔那边的作者，他们说这样的剧情安排挺好的，塞磊家也挺想回自己世界看看搭档。米特奥拉和塞磊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挺好的，他们觉得军机可能没能好好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，他们知道军机是为了复仇而生，但还是得阻止他。接下来的剧情就看命运了。小菊组织了个庆功宴，优叶的作者有点害羞的和星河握手，
还从星河的作者那儿要了个签名。松原发现小菊把酒当茶喝了，现在正醉得不行，正在给大家训话呢。松原说他都碎了，还被训，真是太难受了。醉酒的小菊最后被带回房间了。米特奥拉继续开会，他们得在军机行动前把众人困在虚拟的舞台里。大家现在都是命运共同体，爱丽丝的作者相信他会回来的，大家都祈祷计划能成功。最终决战的倒计时开始了，计划能否成功，就看观众是否认可这个舞台和故事了。粉丝们陆续来到体育馆，工作人员都在后台紧张关注，角色配音开始登台，现在声优也动画化了，舞台正式开始，观众区爆发了欢呼声。米特奥拉站在认可系统前，准备用观众的承认力统一力量，用这些力量在地图上构建了一个大笼子，并把那一区域困住了。那里有军队负责疏散保护。米特奥拉放下诱饵，准备把军机诱到这里来。塞蕾加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多亏了观众的承认力，米特奥拉成功帮塞蕾加召唤战机，优叶的屏幕威力翻了10倍还多。军机觉得这才叫剧情，而此时军机带队冲进了鸟笼，米特奥拉迅速把周围的区域锁定，然后官方开始直播这场戏，人们纷纷拿出手机看起来，网络突然慢得像蜗牛。军机现身了，直接和塞蕾加展开激战，两人都清楚这是决战之地，军机的目标是击败大家，然后重新启动他的计划。塞蕾加当然不会坐视不管，他开始和陆乌配合攻击。这时爱丽丝把陆乌的能量抽干，优叶也加入了战斗。爱丽丝说自己的对手不是他，优叶的老对头阿翔突然出现，这下优叶也愣住了。利用这片混乱，爱丽丝轻敲了下陆乌的机甲，提醒他看看时间，证明爱丽丝的作者说的对，这家伙果然是叛徒。他们假装大打出手，实则目标直指军机。同时优叶和阿翔打得火热，直播观众尖叫不停，原来这是向女生们讨好的漫画呀。米特奥拉把承认力变得可见，塞蕾加还在和军机对决。这时爱丽丝在极限状态下牵制陆乌，冷声说道，如果你就这点能耐，你的世界敌人也太弱了。陆乌勉强笑了笑，你以为我是怎么保护他们到现在的？阿翔突然问优叶，为啥不用你的替身？优叶说这话说来话长，但他一直很想在这里遇到阿翔。后台的画师们兴奋地跟风，优叶的作者汗流浃背，他本来写的是热血漫画，怎么变成了耽美呢？画师们发现大叔的作者不见了。米特奥拉这时表示，鸟笼已经完全建成。冯太奈脸上满是兴奋的笑容，真剑终于找到了他，一个不属于任何一方的 bug 正式上线了。这时军机也意识到这地方是个结界，他想破坏这结界的话，可得吃不少苦头。米特奥拉还虚拟出一堆战机和坦克，军机一招就全清了。军机觉得他们应该不止这些，叫塞蕾加快把能用的都拿来。塞蕾加只能硬着头皮，不得不赌一把松原给的设定，激活了改编版的八门盾用空间技能。原本以为可以直接把军机吞没，结果他突然出现在塞蕾加背后，军机冷冷告诉他，有门自然有路出。他说自己现在无法离开这里。米特奥拉立刻捕捉到了关键，因为军机也懂得承认力这一招，并且直接让塞蕾加退场，观众肯定不会喜欢这结果。米特奥拉立马明白过来，他通晓所有规则，相当于军机用他们的舞台反戈一击，准备以反派的身份迎娶粉丝。此时大叔已经悄悄绕到后面去偷袭他的创作者，但他没想到创作者会说出他的心里话。创作者甩出一句，我是你亲妈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他早就预料到大叔的问题，他猜对方想问为什么他的女儿要以那种方式离开。创作者说那是因为有趣，他的读者喜欢这种剧情，只要故事有趣，不管多不幸他都得继续画。大叔气得开枪了，看看吧老徐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创作者回应道，军机不也想毁灭世界吗？大叔说那是不一样的，至少军机忠于的是值得的人，而他的创作者只是图一乐而已。创作者反驳说，让角色复仇并不代表他是好人，他当年为了创造大叔，不知花了多少夜晚泪流满面，没有人一开始就能成功。来到这里遇到插画师之后，他发现自己还有好长的路要走，为了得到插画师的认可，他真是拼尽全力在画。哈哈，你和插画师真是相向而行。大叔的亲妈觉得，只要能创作出有趣的作品，所有的痛苦都值了。大叔说他要在这里解决掉作者，还打算在会场里大闹一场，这样就能助一臂之力给被困的军机。亲妈说，如果是他绝不会画这种无聊的故事，他会让大叔因女儿而背叛军机。大叔差点说不可能。这时一支军队突然冲了进来，紧接着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儿。亲妈笑着说过了，他们可是把他当神一样敬仰。真剑正在和冯太聊天，他好奇冯太为啥参加这件事，是为了世界，还是为了正义，还是因为对某人的愧疚想做补偿？大叔看到女儿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他曾亲手结束了女儿的生命。他原以为死去的人不可能复活。旁边的亲妈擦了擦嘴角的血，说复活这个小姑娘真是费了她不少劲，毕竟在她原来的世界线里是没有大魔导师存在的。但是米特奥拉这位异世界的贤者，在他的世界拥有无上的创造力，这样一来
自然能够救活大叔的女儿。本来这是无法绕过的程例，但他做到了，成功的让小姑娘变得受欢迎。关键时刻由米特奥拉救了她。这个故事的番外已经发布，获得了不少人的喜爱。女儿拥抱了父亲，大叔立刻泪流满面，说自己本不应该开枪，但女儿说她当时希望他开枪，能再次见面他已很满足。亲妈问大叔，你是想帮助可怜的军机，还是选择复活的女儿，打倒军机和女儿一块回原来的世界？难道还得选就像踢断拐杖一样简单？我决定忠于亲妈。冯太无论怎样都跟真剑说，他想帮助朋友，就算刹那听不见了。真剑觉得意外，觉得冯太挺有意思。优叶差点被阿翔打成地瓜，正当此时星河降临加持，一拳把阿翔打飞，刚落地就报上名来，自称什么终极武道家，直接来了个大终结。小胖直接吐槽，这也能算数？星河的作者不好意思的摸摸鼻子，玩家喜欢就好。台下的声优都傻眼了，我们都没配过这剧情。场外真剑问冯太，你不怕你的作品不被接受吗？冯太说观众爱咋咋地，他得先创造出来才行，不搞创作就没钥匙，就开不了认可这扇门。真剑在一旁笑了。冯太的第一个目标达成，拿出黄铜矿给冯太看，这东西长得跟黄金似的，但本质完全不一样。冯太的创作可能也是这样，全是假的也无所谓，看着像真的就成。冯太应该往这方向努力。真剑觉得冯太跟他挺像，为了目标会安排的妥妥的。如果冯太能做到，他的谎言就能成真，无法超越的事实也不例外。冯太说那不可能，如果人心这么容易摇动，那别人之前的努力岂不是白费？真剑突然来了个响指，这么一来，冯太的作品就能受认可。冯太愣了一下，因为发现真剑在帮忙。别忘了真剑能把谎言变真，冯太那看似不可能的事，他都给实现了。真剑在想，冯太他们能不能赢？世界变成什么样他都能接受，他就想看冯太的计划成功后会怎样，军机会有多搞笑的反应。大叔的亲妈没受什么大伤，因为他穿了防弹背心。真剑对冯太说，你的计划都实现了，不如就把剩下的也给你们。他说优叶的替身使者他玩够了。萨太秒懂他的沟通套路，他说真剑不可能放走替身使者，然后真剑把替身使者送回来了。现场的人看见替身使者回来了，都惊呼连连。真剑又对冯太说，黄金其实也就是好看点，只是不知道为啥大家都认可他。真剑就是喜欢玩弄人的情绪，比起全球危机，他更喜欢看人情绪的起伏。真剑说他其实很喜欢人类。他问冯太懂他的意思没？机会这么难得，冯太最好让自己和观众都开心。冯太叫住了真剑，他说这个世界不允许自相矛盾的规则存在，真剑的存在可能也是这样。真剑说谁知道呢？毕竟这是故事之外的事。这时大叔也回到了现场，阿翔以为大叔来帮忙了，谁料大叔突然被刺了他，还顺便吐槽星河穿得挺凉快。爱丽丝感觉力量增强了，她和陆乌准备一起上。军机一把夹住赛蕾家的武器，看到大叔回来了，他早预料到对方可能叛变，只是没想到他会回来。阿翔已经被逼到墙角，他直接把水箱打破，水流成了镜面，他的替身使者随意穿梭。优叶本想让大叔和星河撤退，没想到星河直接拿起双节棍开始念咒，最后一拳把阿翔打飞了。陆乌和爱丽丝终于开始默契合作了，他们决定齐心协力，全力一击对付军机。这次机会可不能错过，两位都是故事的主角嘛，就赌一把主角的运气好了。这时大叔他们三个已经把阿翔围住了。阿翔说他一定要拉着那个杀了他搭档和妹妹的优叶一起下地狱。旁边的星河听到优叶的名字，心想优叶还没说出事实真相，就急忙向阿翔解释杀人凶手不是优叶。这下阿翔完全懵了，然后优叶告诉他，真正策划一切的其实是给阿翔算命的那位占卜师。这下不止阿翔懵了，连观众也傻眼了，作者自己也蒙圈了，这不是剧透了吗？我接下来要怎么画呢？优叶说他也是刚到这里才知道真相，之前根本不懂阿翔为什么恨他，还以为阿翔觉得跟他一起很有趣才找他来打架的，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阿翔问他有什么证据，优叶说这是画他们的作者透露的。现场顿时一片欢笑，有人笑到翻，有人激动的不行，幸好这剧情没让人失望。真剑说的，再荒诞的故事，只要够吸引人就能得到认可。此刻赛蕾家用能力锁定了军机，把他周围的护身武器压缩了，同时陆乌也使出了全力的一拳，爱丽丝也准备好了最强一击，她要亲手替莫美香报仇。赛蕾家没想到他的搭档也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他的搭档还是他的 CP， 一出场就说从军机那儿知道了一切，找到作者改变世界设定就好，他们就能快乐的生活。赛蕾家说服不了，也不忍心让陆乌对搭档下手。军机看着摄像头问直播的观众们觉得好看吗？赛蕾家想说服搭档，但军机开口了，我真的能扭转这世界。爱丽丝和赛蕾家忍不住了，一起动手了。优叶向阿翔抛出橄榄枝，阿翔反问，既然这世界是作者造的，那不是应该先对付造物主？优叶只是摇头，作者只不过给命运赋予了形态，真正的杀手不还是故事里的坏蛋？
看来坏人的世界观比主角还震惊。阿祥沉默了，优叶枪口对准他，劝他和自己一起先干掉军机，然后回自己的世界去收拾那占卜师。阿祥感觉到优叶变了，于是决定加入。塞蕾加怎么劝也没用，军机还告诉爱丽丝，他要毁灭这个世界。对别人这世界或许美好，但他眼中只有丑陋。坦诚自己杀了莫美香，因为莫美香想拯救他不自量力。爱丽丝毫不手软，搭档一剑砍断了陆屋的手臂。他说自己的世界太残酷了，需要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来改变。对塞蕾加的话充耳不闻，即便塞蕾加告诉他是松原创造了他们，相信他们能够战胜敌人，最后团圆。但搭档说自己太累了。松原这下明白了，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变了，在这么严峻的战斗中，情绪调控确实难，角色一旦决定了，作者也无法左右。这时爱丽丝决定为莫美香复仇，她聚集了所有的精灵力量，一击打穿了军机的肚子，震撼波动，连天边的霞光都显露。谁料军机还有备用计划，森罗万象之一因果转换，爱丽丝的攻击全都反弹回自己，但她还不想结束，她不会停止攻击。因果律让她倒在自己的攻势下，她是主角，但在这舞台上她成了配角。爱丽丝的作者泪流满面，现场一片愣神。搭档想向塞蕾加出手，星河一脚把她踹飞了。少女腿力真猛，给高达都来一脚。星河跟塞蕾加透露，曾因犹豫不决被领导训过，那时候也很后悔，但他信任塞蕾加，相信有朋友在等着他，劝他再次听从内心的选择。陆屋慢慢站起来，只是断了一只手而已，他相信自己行的。军机打断了星河的话，星河讨厌不尊重别人的人，带着大家开始一场4挑1，最后军机用力压制了他们，星河只能用出最强的力量。军机发现星河还是不够强，这时候局面已定，搭档催塞蕾加赶紧决定。陆屋觉得搭档只是不愿承认，害怕自己是被创造的世界，害怕承担拯救世界的重任。相比之下，塞蕾加更像主角。陆屋边说边跟搭档打，这时他2只手都受伤了。塞蕾加终于开始行动，他把搭档逼到一边，被迫与心爱之人对抗。塞蕾加心里很痛，毕竟是搭档教他如何选择，所以他决定跟搭档较劲一下。两人在天空中对决，搭档既是他的导师，也是信任之人，现在两人却要站在对立面。塞蕾加终于下决心表白，他挡下了搭档的攻击，把搭档紧紧锁在怀里，开始咏唱技能，催促陆屋立刻使用技能，把他们俩一起传送走。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犹豫，故事里他无法继续，所以要在离开前带走军机的队友，这是他的坚定决心。所以塞蕾加向众人告别，让陆屋对他动手。松原原想劝他别打了，不要再扮演什么主人公了，但塞蕾加却对松原说，希望他未来能在他们的世界里加点咖啡和故事。一把大刀突然刺进了每个人的心里，悲剧的帷幕缓缓落下。军机开始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，星河的怒火更甚，立马换个武器开始反击，但他没料到军机的一个技能摘要渊源，直接能把人物重置到初始设定。他并不打算杀死星河，只是想让他体会到观众的感受，只能无力的看着一切发生。观众们也被吓了一跳，这个反派也太厉害了吧。优叶向军机提问，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全部消灭？大叔和米特奥拉反应超快，因为他们现在已是军机这个舞台的一部分了。军机正在用鸟笼反向操作，让众多观众认可他的存在和能力。现在的观众已不再受控，他们正期待后续的发展。米特奥拉只好尝试激活隐藏剧情，早在番外篇里就埋下了伏线，所以小菊立刻通知了陆屋，让他把所有力量都用来展现魔法阵。然后一个和军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少女被召唤了出来，这个角色名叫席利乌斯，可以算是阿尔泰尔的官方2次创作。他拥有和军机几乎相同的力量。军机一看席利乌斯出场就气炸了，因为这角色是沙奈在临终前创造的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能用森罗万象。其他观众都以为席利乌斯一招就把军机秒了，觉得这剧情实在太扯了。不过军机肯定不会这么容易救灾，所以当他重现江湖，米特奥拉也不感到意外。不过席利乌斯还有后手，他直接启动了最强技能，准备从根本上吞噬军机的设定。明白无法直接摧毁军机，他们只好尝试改变它。一声巨响之后，地上躺着的只剩席利乌斯。优叶问大家怎么办好，米特奥拉检查下军机的状况，结果发现他彻底消失了，看起来像是被席利乌斯吞没了。松原心情也挺复杂的，毕竟这角色的出现有点扯。陆屋急忙赶到现场，这时候席利乌斯醒了，他本来就是为了干掉军机而诞生的，但他的人格还没那么强大，大家都以为这下结束了。席利乌斯却走向阿尔泰尔的帽子，他默默戴上帽子，转身要走的优叶突然被刀刺中，阿翔都没来得及阻止，席利乌斯真的把阿尔泰尔吞掉了。可惜他的设定不如阿尔泰尔，结果反被压制了，因为不断有人给他加料，所以他的力量源源不断。这就是同人压着官方打的局面。那飞碟社的原话要小心了，2创真的能弄死人，那我们赶紧召唤初音未来吧，要比同人那女人可要降维打击了。
冯太发现情况不妙，马上掉头下楼。这时小菊他们也发现了，鸟笼开始崩塌。阿翔起身去攻击军机，结果又被因果反噬。军机说，观众想看的不是无敌的自己，而是阿翔他们为信念而战，然后痛苦地倒在地上。对 BE 爱好者来说简直是乐趣无穷。真的很抱歉，虽然这样，我也挺喜欢战损老婆的。星河紧急掩住优叶的伤口，他说如果是他们当主角，这故事或许就大团圆了。但军机还站着，就说明观众选的主角是他。冯太冲到后台，他请求米特奥拉启动自己的设计，现在只能靠这招了。米特奥拉沉默了一下，他说这角色可能存在，但可能得不到认可。虽然他们之前其实早就埋伏了这个角色，但和席利乌斯比，他的可能性要小得多。冯太清楚这个，正是因为他鲜为人知，他的出场才会让人惊喜，能让剧情变得更吸引人。他们也只能试试这个办法了。最后还是得看观众的选择，如果这个法术用了还是没用，那他们就得面对世界末日了。米特奥拉开始尝试召唤这个角色，但力量似乎还不够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会失败时，看着直播的真剑笑了起来。谎言中的谎言就是真实，这次召唤得到了真剑的助力。军机惊讶地发现自己突然出现在那个地铁站，正从楼梯走下来的那个少女，就是阿尔泰尔的创造者岛崎莎娜。本来是想打架的，你们竟然把家长叫来了。军机看着刚出现的莎娜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这个莎娜是根据冯太的记忆制造的，但他没想到，连莎娜周围的世界都被创造出来了。军机说这招太卑鄙了，竟用莎娜的形象压迫自己。冯太心知自己的行为很卑鄙，但军机他们还在故事里，他让军机做出选择，因为观众还在等后续。莎娜很高兴见到自己创造的角色，之前没能叫出他的名字，一直是莎娜的心中遗憾，这让莎娜不像是被创造的。小胖觉得这角色肯定是人造的，已经死的人不可能复活，但真剑动用了他的能力，所以这个莎娜可能是真的。莎娜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他觉得这可能是个奇迹。但不管军机怎么看，他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，因为军机有权生气，但军机真的没法对刹那生气。他一直很想见自己的创造者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对方已经去世了。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刹那没能帮到他，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现在眼前这个，不管是幻影还是真的，他还是下不了手。刹那对军机说他一直想道歉，当初创作军机的时候考虑了很多设定，想把好的坏的都加进去，让军机这个角色更完整，但他画画时怎么可能没带感情？那根本不可能。他觉得那时候已经在军机身上加了束缚，那个诅咒本该是他一个人的，却把军机也牵连进来。军机该生气的是他，而不是这个世界。他原本只想让军机幸福的来到这世上，但自己的恨让军机变成了复仇的工具。军机摇头说这都是他的选择，他知道莎娜离开时的心情是怎样的，因为他就是在那种痛苦中被创造的。他能通过刹那的眼睛看到一切，这个世界太残酷了，所以他想要毁了这里。说着两人都哭了。莎娜说军机真的很懂他很高兴能创造出军机。军机说他想和莎娜一起走下去，而不是让莎娜的人生就这样结束，自己只能漫无目的找目标。莎娜觉得是自己太弱了，所以没能继续陪伴军机。军机说莎娜一点也不弱，如果真弱就不会创造出自己来了。莎娜说军机变了很多，自己离开后越来越多人喜欢军机，他们给军机带来爱，所以他现在力量无边。军机觉得自己像反派，但莎娜告诉他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虽然军机是他创造的，但也有人接受了军机，新能量由此而来，军机依旧被人深爱。军机要是觉得无法原谅就算了，不喜欢也完全没问题，但能接受这一切的话，军机也算创造了一个新世界。可惜莎娜一直没能做到。此刻远处传来电车声，米特奥拉说这是莎娜极限的体现，这是对莎娜离世前的重现，她的出现快就消失也快。莎娜转身向车站走去，她的世界不允许她存在，决定与军机再次告别。也许是带着怨恨创造了军机，看到大家接纳和爱护她真好，真是太好了。莎娜跳下去，军机冲出来把电车击碎。米特奥拉注意到观众情绪都被军机的行动所影响，军机对莎娜说如果是莎娜给的力量，他也许能创作出来，他可以用这一刻把莎娜写进自己的故事里。莎娜的时间和未来由军机续写，抓住莎娜光芒一闪而过，摄像头也被摧毁。在军机单独的新世界中，两人躺在星河之中。军机说如果旧世界接受不了莎娜，他就创造一个新的。两人一起走向未来，这就是邀请莎娜成为星神。他捡起地上的眼镜，莎娜终于意识到这眼镜原是冯太借给他的，他明白自己为何会回来。他通过屏幕喊冯太名字，然后告诉军机这眼镜很重要，最初就是为了让眼镜的主人看到才创造了军机。冯太泪流满面，他其实想对刹那说些什么，自己追不上太优秀的他，常觉得刹那在等他，他终于够得到了。可这想法其实不对，他得和刹那一起往前走。
去看更美的风景，是他自己先停下了。这一回，他画了个心中的莎娜，把认识的莎娜融入故事里。他不确定这样的自己能不能算是追上了莎娜，但刹那和军机已经去新世界了。最后以军机为核心的故事也画上了句号。优叶调侃说他们最后还是配角，星河默默地看着他们远去，有啥关系呢？配角也挺重要的，这样他们也保住了世界，让冯太自豪一回。他写的故事挺吸引人，可自己为赛旭家的牺牲难过，他认为是因为自己的故事才让赛磊家不得不那么走。米特奥拉说不该这么想，故事结束才是世界线的完结，现在松原还在，这世界还在，所以他们的故事能继续。赛磊家和爱丽丝能在他们的世界迎来满意的结局。他描述的赛磊家还是那个赛磊家，只是不记得和他们相遇了，但本质没变。米特奥拉提醒松原别忘了和赛磊家的约定，给他的世界带来咖啡和故事，他和伙伴走向完美结局。松原这才懂了，这故事在好评中结束了，当然也有批评和怀疑，但大家都编了个好借口，毕竟谁会信那晚几乎是世界末日，世界还是恢复了原样，毕竟生活得继续。米特奥拉拉着几个角色去聚餐，趁世界波动未平，他打算用回归术送大家回去。大家忙着吃饭没空搭理他，谁还有空听他讲话？吃了个痛快，大伙儿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事儿。米特奥拉留了点时间让他们和造物主接触，毕竟那俩勇猛的女骑士现在没法沟通了。优叶和阿翔带着作者到河边，俩人说米特奥拉打算送他们回去，走之前他们想和作者握手言和。这个世界其实也不错，只是太平静了点。阿翔说他知道就算抓住作者的领子，也不可能让他重新画出妹妹和朋友，但他还是想回去找那个害死他妹妹和朋友的家伙。他们信任作者能画出好结局，作者因为剧透而格外痛苦。俩人吐槽他画得太黑了，没想到他还喜欢星河这样的角色，不如直接画那种星河式的漫画。作者说画的和看的是两回事。另一边陆屋买了好多高达模型，虽然不确定能不能带回去，但按米特奥拉的说法，小胖只要稍微改下设定就行。星河和陆屋说，虽然可能回不去原来的世界，但他们还是想试试。虽然讨厌自己的命运，但陆屋决定还是要回去。星河的创造者对星河说，上次那个武斗家的剧情已经得到大佬的认可了，对方打算资助动画化。星河当场表情都扭曲了，插画师也在劝小胖，不如找个时间做个泳装特辑，他也想看看陆屋的腿。陆屋觉得这不太妙。萨泰和米特奥拉去祭拜莎娜，米特奥拉问他莎娜为何那时出现。冯泰看着留下的项链，他说自己小动了点手脚，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让莎娜出现的。米特奥拉说用真剑的力量也只能扭曲了时间，但冯泰真正创造出让军机认可的莎娜了，这才有了个完美的大结局。米特奥拉坚信那是真的莎娜。米特奥拉开启了回家的门，看这世界的自我修复能力，今天可能是最后的机会。爱丽丝的作者没能来，陆屋开着高达先和大家道别，阿翔和优叶也走了，两人是要干掉那个大老板。星河临走前，作者赶过来，星河拜托了他，把他和男友的事交给他，还真感谢他创造了自己，这样他才遇到了男友。说完和作者挥手告别，大叔领着女儿向亲妈道别，亲妈说他会努力画漫画，让他们好好活下去，绝对不能向命运低头。冯泰他们准备向米特奥拉告别，却发现米特奥拉已经回不去了。他和小菊做了很多测试，要送人走得有个术士在外头。没关系，虽然回不去，米特奥拉觉得这里也挺有意思，他决定留下来创造新世界。就像阿尔泰尔说的，他也想了解月这个世界，尽管这个世界正在修复，他的力量已经减弱，但创作不需要魔力，只要有激情和兴趣就行。小菊还给他准备了身份证和文件，小菊因为事件解决辞职了。松原万万没想到，小菊居然成了他的编辑，新的 CP 已经诞生，超级激动。爱丽丝的作者拿了本年度最佳编剧，爱丽丝之前和他说要以一颗必死的心带来有趣的故事，他们希望女儿们能继续前行，还约好了下次合作。小胖有点不爽，最后是莎娜解决的，觉得有点不甘心。从侧面说明他们的故事不如阿尔泰尔的故事，但他们的创作从未停歇。事情虽然结束了，但故事还在延续。隔壁的优叶现在成了双打高手，诺美香和爱丽丝联手带来了新故事，还和米特奥拉讨论了新小说的情节，依然在追新出的赛磊家动画。他信任自己的创作能带来精彩故事。米特奥拉也给小说起了个新名字 RE。创作主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大刚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